什么？天元等缸又被石锤挂鱼了？前几天在那个新西兰钓鱼，钓到一个700斤的蓝鳍金枪。钓到这条鱼以后呢，本身我们也是挺高兴的。但是呢，现在网上出现了很多质疑的声音。本来对于这种质疑的声音，我一般的处理方式就是不搭理，因为理他们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很多人是为了他的流量，他才故意说的。但是今天我为什么又想来回应一下这个事情呢？因为很多人没有这个海钓经验，也没有这个海钓经验，所以他看了我们这个视频以后，对于那些小可爱们提出的质疑，让他们也有点半信半疑，所以这就把喜欢我的那些粉丝都带偏了。所以我今天想拍一下这个视频，来讲一下这个700斤蓝鳍金枪的事情。我们这次去的目的地是全球有名的钓鱼胜地新西兰的三荒岛。我们从新西兰的码头到这个三荒岛，如果船高速行驶的话，需要5到8个小时；如果是拖钓过去，需要12个小时左右。我们这次去三荒岛包的这个船是5天5夜，12万多块钱人民币。我们一共是有11个人，一个船长加2个船员，这是3个老外，另外2个当地的新西兰的华人朋友，加我们团队6个人，一共11个人。其实目的是2个鱼种是我们想达到的，一个是 Kingfish， 一个是那个石斑。船长说这个石斑钓的大的可以钓到100斤左右的，甚至120到130斤。但这个 Kingfish 大的能钓到80斤左右，这是我们认为比较有把握的2个鱼种，因为这2个鱼种在内地市场比较好钓。另外呢，我们在换钓点和到三荒岛去的路上，船长都会进行拖钓。拖钓的目的就是2个鱼，一个是马林，也是很大的，说是有300-400斤到400-500斤大的；另外一个就是蓝鳍金枪。船长为了增加我们的中鱼率，在我们去的路上和2个钓点之间换位置的时间，他都会进行拖钓，目的就想让我们拖钓能钓到大鱼。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拖钓是什么样一个钓法，就是船在不停的行走，保持8到10节的速度，然后四周会插上5支杆子，2楼正中间一个，船尾两边一边一个，然后伸出去2个杆子上面一边一个，一共5支杆子。5支杆子钓的距离都不相同，左右也不相同，目的是为了增加中鱼率。拖钓是把一个饵像个鱿鱼须一样一个假的一个饵，中间包着一个钩子，在水面上拖出水花行进，模仿是一个假鱼在行走。这个时候会有大鱼从下面看到，它会冲上来咬这个饵，这就是拖钓。拖钓的时候，我们是不用在外面顶着太阳盯着这个杆子或轮子的，没有用。你可能一盯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把自己晒得受不了了，他也没见到一个鱼。你只有在里面去休息就够了。中了鱼以后，那个轮子会有很大的声音提醒你中鱼了，滋出现的声音就是中鱼了。这个时候船长和船员他们会第一时间冲过去，把这个轮子紧一下，让这个线绷得紧一点，就刺穿，用钩子刺穿这个鱼的嘴或者是它的喉，把它钓牢靠一点。这个时候它是不允许我们钓鱼的人去碰这只杆子的。我们这条鱼是2楼正中间那个杆子中的，当时中鱼了以后，是船长亲自去调这个卸力。因为鱼它刚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力量是最大的，爆发力是最强的。另外它刚中的时候，由于这个卸力是松的，它并没有把它勾得很牢靠，需要把它卸力调紧一点，这是船长去做的。调紧了一点以后，才能保证把它的嘴巴或者喉咙给刺穿，防止鱼逃跑了。他还要把这个鱼通过船的力量把它拖行一段时间，消耗它前期的这个爆发力。这个时间大概花了5分钟，他就把杆子递下来了，给了另外一个老外船员手上，另外一个老外就把杆子接着。这个时候我是慢慢的把
把这些什么肚顶呐、腰带呀、这些卡扣啊都装在身上，装好了以后，他认为可以了，他才会把这个卸力再松一点点，再放到我身上。所以溜这个鱼主要靠的力量是那个轮子的卸力。所以很多小伙爱说，你一个人在岸上钓一个20斤的鲢鳙都会拉得气喘的，你怎么可能把一个700斤的鱼在海里面你拉得住？因为轮子上那个卸力是可以调整的，比如说10公斤、20公斤、30公斤等等都是可以调整的。它调整到一个合适的力量，既要让这个鱼背着它那个力量跑，就跑得很累，又不至于把这个线一下子就拉断了。它拿着一个合适的力量，你是靠这个轮子来溜这个鱼的，而不是靠我直接把这个手把这个线拿着这个鱼。那别说我拉不住，谁都拉不住。所以是靠这个轮子的，动动脑子是靠这个轮子。这2万多块钱轮子不是白给的。现在说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鱼拉上来以后为什么没有血？另外它的皮肤上为什么还有伤？首先说这个皮肤上有伤，由于金枪鱼是靠不停在水里面的游动来给自身提供养分，它才能活下来。它从出生到死的中间没有任何1秒钟是它停下来的，它只要一停下来，它就会因为缺氧而窒息，所以它一辈子都会在游动。而我们钓中这个鱼以后，由于它在水里面剧烈的挣扎搏斗，这个过程它的心脏会跳得特别快，然后它身上的血液的温度会升得很高，这个温度可以把它自身的内脏甚至皮肤它都会灼伤。这是金枪鱼的一个特点，你们自己可以在网上去查一下，普及一下知识。所以它会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鱼上来以后，我们那个船边边那个船舷是很锋利的，一个700多斤的鱼，3个人搭钩搭在上面，很1、2、3、1、2、3、1、2、3这样拖上来。你想想，他身上的鳞片不会因为这个把它刮伤的吗？这是很正常的。至于你们说这个鱼上来以后为什么没有血，其实有很多血，只是我们把有血的地方都剪掉了。因为你那个出血太血腥了，这个太血腥的场面在平台上过审是审不过的，所以我们会剪掉的。我会在下面放一点我们给这个鱼放血的那个过程，你们看一下有没有血。还有人质疑，为什么我一个左手在这里拉这个线能拉得动？这是很正常的，手摇这个轮子已经转线转不动了，就靠左手来拉这个线，一边拉一边摇，一边拉一边摇。这个在其他的海钓视频里面也有很多人垫脚轮在下面钓这个大鱼的时候，当那个垫脚轮的转力不够，他也会用手来辅助的这样拉，一边转一边拉，这是很正常的。而且你们还有没有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船后面的浪那么大，就是这个船一直在动，它不停的调整这个方向，调整这个前进倒退左右，都是靠船长在后面那个小简易驾驶台上来控制这个船。那个时候船长的驾驶台是在后面，就是那个顶上那个杆子那个位置有个简易驾驶台，他会来控制这个船，让你保持那个合适的角度。然后那个鱼如果跑得挺快的情况下，他也会倒退的追这个鱼。如果那个鱼窜到左边去了，他也调整角度让你到左边；如果鱼到右边，他调整角度到右边，就防止这个鱼钻线钻到船底下去了，碰到螺旋桨把线搞断了，鱼跑了。所以都是这个船在不停的动，在配合我来控制这个鱼，而不是那个船不动，我在那里死蛮力硬拉，没有这样的。另外顺便讲一下这个船长，我这次租的这个船的这个船长是在新西兰乃至世界上很有名的一个船长，你们自己可以去他的那个平台上看一下他钓的这个鱼也很兴奋，因为他们是以给别人提供钓鱼船为生的，他们把信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他们钓着那个鱼，如果是在他的船上钓的很大的鱼，那么以后很多人也会去找他来钓鱼，所以他们会把这个信誉放得很重要的位置。他不可能
来配合你一个陌生的中国人来做这个假，那是他一辈子的饭碗。很多人会去找一个视频来进行对比，说为什么别人钓上那个鱼在动，你没动；别人钓上的鱼有血，你没有血。我跟你讲，你要想找这样的视频，你找10000个都找得到。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个金枪鱼有的时候它会动，有的时候它会不动。原因就是鱼比较小，你拉的时间比较短，加上鱼年轻，就相当于17、18岁，这个时候它可能体力没有完全消耗完，到船旁边了以后，它容易被拉过来嘛，所以它就还在船旁边，也会有一些挣扎。另外鱼比较大，你拉过来的时候，如果你是很快很短的时间，比如说10分钟、20分钟、半个小时，甚至不到1个小时就把它拉上，很快就拉过来。因为比如说美国的钓鱼那个视频，他就很快的把那个鱼拉过来，鱼到旁边也会挣扎。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快拉过来呢？因为他要靠这个鱼的好的肉的品质来卖钱。如果在水里面拉的时间太长呢，他身体因为内脏不停的发热，把这个肉它就烧得发酸了，他这个鱼就卖不到好价钱。他必须以尽快的速度把它拉过来，这个时候鱼可能还没有完全昏过去，还没有死。这个时候他就把它拉上来，也要赶紧放血，然后在他岸上去卖的时候，别人检查的肉质就发现挺好，他才能卖一个好价钱。而我只是想把这个鱼钓上来，我没想到说这个鱼上去我卖多少钱，无论花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我只要把它钓上来就行。钓上来我们自己吃一口，剩下的我都送朋友。还有人质疑说这个鱼为什么挂到那里的时候，你看它那个鳃都不是鲜红的，都发白。我告诉你，那个鱼挂起来的时候，离我们钓起来差不多有5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是中午种的鱼，然后种了鱼以后还在那放血，放了1个小时，把它血差不多放完，都是插了水管子在那里面去冲，把它血差不多放完。放完以后，然后拉到我们晚上休息的地方，一共花了差不多5个小时。等到了我们休息的那个地方抛锚了，船抛锚了，我们才差不多9个人的力量来把这个鱼拉它挂起来。这个时候已经5个小时以后了，血也放了差不多4个多小时了。你想想它的鳃还会那么鲜红吗？我们钓的这条鱼的时候，是我们船期的第3天，我们后面还有2天的船期还要钓鱼，所以这个鱼在船上没有那么大的冰箱可以放，我们就把这个鱼在船上分解了，切成一块一块的鱼肉，然后装到袋子里，最后才能放进这个冰箱里。下面是我们分解这个鱼的这个视频，你们睁大你的眼睛来看一下，这个鱼到底是冰冻鱼还是新鲜鱼。还有一些无良自媒体和一些小可爱，为了自己一点点流量，颠倒黑白，说我这个鱼是买的挂上去的。我就想问一下，在新西兰哪个地方能买到这个500斤以上的完整的南极金枪？这是700斤，不是70斤呢。然后你买到以后还把我送到三荒岛，无论多少钱我都不跟你还价，我给你。我们这一个船长70多岁了，他有几条船，他一辈子就是以钓鱼为生。他在三荒岛总共才钓到比较大的南极金枪，总共这一辈子才只钓到5条。另外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同样是这一条鱼，船长他把他自己的视频发到了外网，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全是赞美之词。而这个鱼发到我自己的账号上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质疑的声音。其实我不想解释，都已经习惯了。我从东江直播钓上来100多斤的青鱼，你就说为什么会全身发红，也是质疑。然后我在重庆钓上来50多斤的鲢鳙，你们又说为什么身上会发红，你们也是质疑。这次钓上来这个700斤的金枪，你们又开始质疑，还有各种各样的质疑的，我就不一一解释了，因为永远也解释不完。有些人他眼里看的是白的，他一定会说成是黑的。我说这些只是给我喜欢我的
那些粉丝一个交代。其实所有的鱼都没有错，错的是钓这个鱼的人叫邓刚。